我在黑市乡种了一条人鱼，它身躯残破，形如枯叶，正在卖自己。黑市来来往往的人众多，却无一人为这位形象不堪的人鱼驻足。我走到他摊位面前，买你需要多少钱？人鱼垂下眼帘，不要钱，需要很多很多爱。我不是第一次来黑市，也不是第一次看到那条人鱼。每次我走进那个不起眼的角落，他便会抬起头，目光一直追随着我。老实说，我并不觉得我有很多魅力，能让他再三注意到我。我看起来也并非什么心软之人。如此多次，我终于走到他面前，没想到他立刻低下头，攥紧手掌，十分紧张。以前远远看时，他平庸的让人忽略，连身上都是灰扑扑的。现在离近了，却发现灰尘之下，皮肤白皙透明，似海水粼粼的鳞片，也在叫嚣着冲破掩盖的平庸。哪怕诱饵的耳器破碎，依旧掩盖不了它的美。这是一条 S 级别的人鱼，虽然是个瑕疵品，但或许对我而言正合适。刚好搬了家，旁边就是一大片海，我不介意饲养一条人鱼来度过自己漫长而无聊的时光。我开口询问多少钱？人鱼抬起脸，我这才注意到他有一双极美的湛蓝色眼睛。不等他开口，我习惯地根据事实压价。耳器破碎，瑕疵品，身上有伤痕，做观赏品不够格。最主要的是，我拎起他一缕银发，平静下结论：你年龄已经很大了。人鱼脸红到了耳根，颇有些无地自容。他手攥得更紧，说话也有些磕磕巴巴。不要钱。我放下他的长发，他鼓足勇气盯着我。要很多很多爱。我把他带回了家。这片大陆四边全是海，我住在中北之北，这里鲜少有人来。这片海域却很热闹，尤其夜间，每每我炼制魔法时到深夜，就能看到大落地窗外海中生物好奇的眼睛，他们对悠悠发光的魔法石很感兴趣。我于是在窗前挂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魔法石，被晚风吹动时，那些海洋生物就会兴奋地打闹嬉戏，更有甚者会推一些贝壳、珊瑚之类的到屋檐下送给我。明明是一些被称为物品的东西，却单纯善良的不像话。我带着人鱼回家，他一直安静乖巧，直到我将他直接扔到海里。他从海里探出头，神情不解。人们捕杀人鱼，品相好的卖给魔法师当摆设，品相不好的拆掉身上有用的东西，用来炼制魔法石或药水。放生这条路行不通，因为总有一天会被再次捕捉。这片大陆的人类对于捕杀人鱼已经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。我淡淡道：去玩吧，这片海就是你的后花园，没人会来这里，也没人能来这里，因为这片大陆没有人比我更强。人鱼对于冲回海里这件事很快乐，不过他总是不敢游太远，一直在我目光所及处。偶尔我练腰累了，活动活动肩膀，就能看到他在默默看我。不下雨的时候，我总是开着窗户，穿堂风很舒服，海浪的声音似乎能让人上瘾。有时候海浪太大，还会有一两只螃蟹或者贝壳被甩进来，这些小东西也不害怕，活像进了自己后花园，好奇地打量着房间的每一个摆设。我用手指碰了碰他的钳子，他似乎呆了呆，没想到我真会碰。他没夹，我笑了，将他扔回海里去。人鱼的归宿是大海，但是我豢养的这条人鱼没有安全感。它平时和鱼虾龟玩，却在我忙完之后会游到屋檐下，眼巴巴看着我。我把它拉上来，它也很喜欢我的魔法石，趴在窗边一直抬头看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回屋睡觉。他们一定不知道，这些亮晶晶的东西是整片大陆最珍贵的东西，尤其是我炼制的，有价无市，世间难求。逐渐的，人鱼没有以前那么拘束了，不在我目光极处徘徊，有时候忙半天都看不到它。我担心它会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所以在屋檐下挂了一串风铃，是用死掉的贝类做的，上面撒了魔法药水，海风一吹就能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人鱼耳力极佳，他听到就会循着声音回家了。果然，还没到我们休息的时间，他听到风铃声就开始往回游。我熬了很久的魔法药剂，今天终于完工。让人鱼上来，就开始给他的耳器和伤口涂药。平时我不爱开灯，借助魔法石的光就足够，但涂药是个精细活，所以我开了暖灯，这药威力很大。可毕竟让破败的东西再生也是有些麻烦。我细细涂着药，掌心肉是会有些痒，但是他这样子倒不像痒的，脸红、耳红，甚至身上都发粉，尾巴也在细微的颤抖。我问：那些都是你的朋友吗？他对我突然的开口反应很大，但是回过神来，看到窗外海域几个探头探脑的海洋生物，瞬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是，我甚至还看到一只海龟趴在窗边，用力伸长脖子看。这幅场景实在太好笑，这群朋友还挺讲义气，仿佛生怕我害他。我这么想着，也就说了。他们在担心我害你，不是。人鱼立刻回复，生怕我误会，继而小声道：他们都在羡慕我呢，羡慕我可以靠近你。有些出乎意料，毕竟人类主宰的世界，这群海洋生物又那么弱小，在察觉到人类对他们不善后，大抵应该敬而远之。换药的功夫，我随口说。
其实你只要不离开我太远，就不会有危险。人鱼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感觉接下来都要把自己埋进土里去了。他们觉得你和其他人类不一样。一个小雨天，有只乌鸦敲响了我的房门。它看起来不太聪明，扑棱着翅膀，结结巴巴告诉我，第7届魔法师大会即将开启。我不介意这里闯入小动物，但是如果是带来什么通知，我不喜欢。我有没有说过，我不再出事？小乌鸦点点头。我抱起双臂。我有没有说过，任何人、任何事情都不要打扰我？小乌鸦摸了摸脑袋，点头。那你明知故犯？这片大陆谁不知道？我的脾气臭得可怕。这信使要么初出茅庐，要么不信邪。谁知这乌鸦不住摇头，叽里呱啦说了一堆，意思就是没乌鸦接这个任务，他抢不到其他的，所以硬着头皮来了。我嗤笑一声，去回复吧。我不会再参加这种活动。参加，获得第1名，身价暴涨，然后荣誉与金钱与权力，如此种种，周而复始。人们擅长于造一位比肩神明之人，又令新人击败他，创造新的神明。我深谙这个道理，这么多年来，无数人为了击败我，使尽浑身解数，数之不尽的金钱，无人比肩的权力，甚至是早已绝迹的大魔法。可是在我早已一骑绝尘的能力下，我又怎么在乎这些呢？权力、金钱，与其说赋予我，不如说裹挟我。至于荣誉，我望着窗台上的一粒种子，这是乌鸦无意之间留下的，不知是蹭到了什么花花草草，并将这粒种子带到了我身边。我一边将种子埋下，一边想，荣誉这是我毕生所求。从我有记忆以来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一定会成为这片大陆最强魔法师，是一骑绝尘，是望尘莫及，是名副其实、屹立不倒的最强大的魔法师，并且为了这个理想，我一直在努力。可是真正达到了，我却不明白了。是人们欢呼声中，我不明白；人们追捧声中，我不明白；人们敬佩的目光中，只有我一脸茫然。至高无上的荣誉，我得到了。可是接下来呢？我得到了这一刻，也仅仅只是这一刻，执着一生的理想，当场死在这千万人的欢呼声中。那时候我忽然意识到，自己似乎缺失了什么。我开始寻觅，行尸走肉般走遍整片大陆，最后来到这里，整片大陆的尽头，我没找到什么答案。雨下得大了一些。这天，我种下了一棵树，没有刻意浇水，没有对它给予关心，甚至连它的存在都忘记了。可是它自顾自地冒出新芽，缓慢成长，旁若无人。在我注意到它的时候，它已经长到半人高了。世间还真是奇怪，无论有没有对它赋予生存的条件和照料，它都能一往无前地，仅仅为了自己，迅速成长起来。人鱼和我亲近了不少，它不再因为我的接触面红耳赤，而是乖乖地安静地接受我的触碰。我经常漫无目的的、认真而专注地抚摸它，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温度略低，皮肤轻柔而滑腻，鳞片也不会扎手，反而有些发软。我想，它的年龄真的很大了。人鱼的寿命很长，平均在200年到300年之间。我的人鱼年龄已经超过了200岁。它很聪明，能在这个危险重重的世界保全自己那么久，或许经历过一次被捕逃走，毕竟身上的伤痕来自火魔法。它很喜欢盯着我看。如果在海里被发现，它便会将脑袋缩回海里，一溜烟跑个没影。倘若是像现在这样，在我怀里偷看被抓，那它反而无所畏惧起来，歪着脑袋看我，愉快地拍拍鱼尾，和其他亲人的小动物没什么区别。我问他，你感到雀跃？人鱼拍尾巴的动作慢了半拍。没错。按说，人鱼算是冷血动物，只有生物本能，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人饲养人鱼的原因，因为不会养树，攻击性还很大。至于我这条又跟人亲近又没有攻击性，确实罕见。我莫名想起黑市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他为何总是盯着我不放？你们能感知到人类的强大指数，或者说是危险系数吗？倘若是这样，良禽择木而栖，倒也算一个解释。不过再怎么说，一个残缺的不能做摆设的瑕疵品，下场都会是剥皮抽筋，做成药剂。所以无论挑选的买家是否强大，都改变不了什么结局。出人意料的，他的答案是我不解。那为什么？难道就是单纯的看我有眼缘？人鱼躺在我腿上，侧过身去，好像在思考，没有立刻给我答复。这问题他或许自己都不知道答案，我也没有深问的兴趣，只是拍拍他让他去玩，我要忙了。人鱼仿佛怕我气了，神色懊恼起来，脱口而出心里话，就是希望买家是你。我不喜欢这个答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不满意。我没有给他任何回应，专注做起魔法师来。半晌后，是一声轻柔的人鱼入海声。我喂了一些增加寿命的药水给人鱼，大概习惯了身边有这么一条人鱼，所以不敢想象，如果有一天他老死了，我该多孤独。一个人待在世界的角落，相伴的只有永远都练不完的魔法石和药水。楼上用来储存的房间已经满得几乎溢出，它们多到
我几乎忘了炼制这些东西是一种很精细并且麻烦的事情，但我不能停下来，只有一直去做这些东西，才能真真切切感觉自己还活着。尽管那些对我来说根本没有用，人鱼的朋友越来越多，甚至有几条远道而来的人鱼。起初那几条人鱼怯怯地把脑袋埋在水里偷偷看我，后来发现我并不会害他们，只专注炼药水后就开始大胆起来。4级的人鱼长得很像，有时候我炼药久了，一往窗外看，好几个探头探脑的脑袋，我都有些恍惚。这些人鱼对于风铃的声音也敏锐，每每夜半风起，无论他们身在何处，距离这里多远，都会循声而来。于是在我炼药结束后，就能看到几条流光溢彩的人鱼望着我屋檐下的风铃发呆，而我饲养的人鱼则会在羡慕的目光中来到我身边。我问他今天玩得开心吗？他缓慢而柔和地蹭我掌心，意思不言而喻。破掉的耳鳍逐渐在修复，他待我温顺而信任，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就像是有了一位灵魂相通的朋友。毕竟我搬来的那天就已经做好了孤独一生的准备。原本我以为我是享受孤独的，直到某天炼药到深夜，周围空无一人，万籁俱寂，天地寂静。我偶尔觉得我身边也是需要一些东西，比如一只宠物，比如一个小小的具有生命的东西。然后某一天，一条弱小的极具生命力的鱼跳到了屋里，我将它捡了起来。而它呢，不甘又愤怒地瞪着我。我问它，你想要什么？这条鱼竟然开口道，该死的海浪竟然将我置于死地，诚然我不该。等等，你问我要什么？那当然是重回海里，那才是我的归宿。好吧，只要你放我自由，什么都好说。不笑了，一条鱼倒是很有脾气，我没有为难它，将它放回大海。隔天一大早，我发现门口多了几个漂亮的大扇贝，它们靠着海浪苟延残喘，被我扛到掌心后一张一合，仿佛在愤怒地控诉什么。我注意到不远处的海中有一条银白色正在暗中窥探，这是我来这里收到的第一份礼物，来自一条很有脾气的小鱼。只是这样的厚礼，我怕吃了做噩梦，所以养在了鱼缸里。至今那几只扇贝都会在我睡着后说那条鱼的坏话，可惜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条鱼。鱼的寿命是很短的，我想它或许不小心游到远方去了，或许是忘记了回家的路，或许只是在随着海浪不停往前游。毕竟海洋一望无际，哪里都是它的归宿，请随心去。祝它前路宽阔坦荡，永远不会遇到麻烦。栖息在这里的人鱼越来越多，听说有些是从南海来的，我甚至还掰手指头数了数，从极南之南到中北之北，这段距离就算不细想，也显而易见多么遥远。但是为了生存，他们来到了这里，一路上万般小心，死伤无数。可是为了不灭亡，他们只能把虚无缥缈的北海传说当成真，然后一往无前。经历千辛万苦，终于来到这里。他们来时，我在树下小睡，多年不做梦，忽然做了个噩梦，梦到四面埋伏，危机重重，暗中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，蓦地惊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才发现梦不是假的，真的有好多双眼睛死死盯着我，不敢上前。其中几只人鱼还头顶着一团海藻，像是在隐匿自己。我和这群人鱼大眼瞪小眼了半天，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目的。直到我的人鱼发现了这个场面，游过去跟他们沟通起来。我摇了摇蒲扇，表面淡定，背后却出了一身冷汗。不是，来就来，别吓唬人啊！我这一大把年纪了，又常年心静如水，冷不丁来这么一出，真能要命的。不知道解释了什么。总之，那些远道而来的人鱼不怕我了，还为了表达歉意，将一对人鱼的耳鳍送给了我，流光溢彩，熠熠生辉，看起来有些年头。这东西在市面上大多用来做装饰品，很多王室贵族家的小姐喜欢把它别在耳后。送我的这对市面难求，很珍贵，但我没什么兴趣，所以没接。或许是人鱼的传家宝，我没有夺人所好的习惯。可是这群人鱼密谋到深夜，第二天我的屋檐下又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有长相极为奇特的珊瑚，可以做传说级别的武器，还有发光的贝壳，非常漂亮，似乎都是南海的特产。里面甚至还有一条风干了不知道几百年的带鱼，据说是南海人鱼的老祖宗。我拿起那条几米长的老带鱼，脸色复杂。我知道你们很好心，也很想送我东西报答，但是再珍贵新奇的东西之于我，其实等于无物，我根本不需要。最终我让我的人鱼去解释了一番，他们终于放下心了。这里的人鱼越来越多，我又有点脸盲，很多时候会认错。每次我炼药久了，坐在床边吹风，有人鱼会浮上来看我，我就会恍惚觉得那是我的人鱼，而这条人鱼呢，也乖乖过来蹭我手心。我倒是没觉得什么，但是我的人鱼就有些不开心。说来也奇怪，我竟然能感觉到他的情绪，愉快、伤心，甚至是吃醋。陌生人鱼游走后，我才注意到他不知道在一边看了多久。月光下，他半张脸埋在漆黑的海中，眼神颇有些委屈。他游到我面前，小声恳求：赋予我一个名字吧。这样一喊，他就会来了，并且名字这个东西会彰显一种所有权，才能显现出它完全属于我。夜色静谧，潮汐涨落，我静静抚摸他的脸。不了，我拒绝了他。起一个名字很简单，可是向来
人与人、人与事物之间的羁绊就来源于这里。名字是最深的羁绊，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，也不愿意和这世上的什么东西再有牵绊。这东西会丧失掉自由。我说的并非我的自由，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感到不满，而是乖巧蹭了蹭我的掌心，像是觉得这样还不够，于是捧起我的手，手心手背都一一沾上他的气息，继而说：“可以叫我小白。”我有些错愕，他认真的、无比虔诚的望着我。我很多年前有这个名字。我是一个大魔法师，可以说未来100年都不会有比我更强大的人。我炼制的魔法是千金难买，流出一块去就能让人们争得头破血流。但现在每条人鱼脖颈上都挂了一颗亮晶晶的魔法石，有的是贝壳形状，有的是星星，还有的是花朵。他们乐不可支，疯狂炫耀自己的新项链。乌龟会将它们顶在脑袋上，小鱼会藏好装饰自己的巢穴。楼上的房间空了，我的心却豁然开朗。2楼光照好，更适合午睡，我可以偷个懒，不再去做那些该死的石头。我丧失的情绪仿佛能在这片欢海中得到感染。有什么东西爬到了我手上，我半梦半醒之间发现是一只小乌龟，它伸长脖子，奋力想爬到我手背上。我笑问它：“我手上会温暖吗？”小乌龟如愿爬上来。你要午睡了吗？桌子旁边有一个透明的浴缸，里面是几条残缺难以独自生存的鱼，它们游啊游，在阳光下绚烂多彩，不在大海中，在光亮中似乎也是一种自由。慢慢的，它们越来越模糊。我说：“是啊，我要睡觉了。”小乌龟嘟囔了什么，我没听清楚，想必是在埋怨我的无趣。它爬到这里的确艰难，可是我困了，不受控制的想睡一觉。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海浪声中依稀有人叫我：“阿寻，还在海边做什么？还不赶紧来吃饭？”那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宛如在天际。我骤然一惊，爬起来，急忙应道：“知道了。”住在海边的人顿顿少不了海鲜，我向来对这种刺多吃起来麻烦的食物不感兴趣。我不吃了。紧接着就是骂骂咧咧的声音：“这孩子挑什么？阿寻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多少吃点儿。”都被我远远甩在身后，跑到方才睡觉的地方，又躺了下去。傍晚的海很美，落日把光洒在海平面上，然后海浪推着光，一层一层叠起，天地空旷，耳边只有淅松的海浪声。我很喜欢这种感觉，有一种天地之间只剩我一个人的感觉。不过也有意外，比如会有不长眼的螃蟹，觉得我挡了他们回家的路，过来夹我一下，其实不疼，它有所收敛。我爬起来，手指点了点它的两眼之间。回家啊！小螃蟹根本不想理我，可能它也急着回家吃饭，再晚就要涨潮了。我并没有因为一次碰壁而气馁，捉住一只被拍在沙滩上的鱼，它倒没什么攻击性，而且眼神很智慧，看起来能和我做朋友。我于是拍了拍它的脑袋：“小鱼，小鱼，你在想什么？”小鱼摆了摆鱼尾，挣扎的力度很小，于是这样离了海水就没了生气，可能再晚一点就要一命呜呼了。我琢磨了琢磨，这个特性不适合做我的朋友，可惜了。毫不留情将它放回海里，继而又躺下。10几岁正是爱幻想的年纪，我也有幻想，海边很美，我想一辈子待在这里。可是要是真的那样，又太无聊了。继承父亲母亲的衣钵，去捕鱼卖鱼，一辈子都洗不去鱼腥味。当然鱼郁闷是很好的，可是附近的人上了年纪都会有一种怪病，发作时疼痛难忍，难以排解，或在腿上、手指上、脚上，严重的还会鼓起来，摸起来发硬。而人们呢，又穷，买不起那些昂贵的药剂。这片大陆上最厉害的就是那些魔法师，他们可以做出任何治疗疾病的药剂，还能炼制魔法石，简直无所不能。可是会魔法的毕竟是少数，所以资源十分稀缺，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我翻了个身，掰手指算了算，还需要攒多久才能买一瓶药剂？很久远，按照这个速度，大概要2年，攒2年的钱才能换一瓶短暂止痛的药水。这实在让我有些气馁。我开始幻想，最好能有一个魔法师经过，不小心掉在这里一瓶药剂，或者某一天爹娘的怪病不治痊愈，再或者万一哪天我能成为一个魔法师，这简直想都不敢想。我哀嚎一声，才发现天已经黑了。虽然景色也好看，但是毕竟有些危险，所以小孩们被严令禁止晚上待在海边。以前母亲会早早喊我回去，今夜却没有，他们正3、3两两聚在一起喝酒聊天。我不喜欢酒的气味，何况我现在很苦恼，所以没打算回去。据说夜里的海经常能遇到稀奇的事，有人某次喝多了，深夜在海边醒来，见到了一个美丽至极的女子坐在礁石上，背对着他，并用天籁一般的声音告诉他：“回家去吧，要涨潮了。”那声音简直比唱歌还好听，那人至今都难以忘怀。每次喝酒聊天都要说上那么一说。我也想遇到这样稀奇的事，可是真正遇到了，我又觉得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我看到了一双湛蓝色的眼睛，他正躲在大礁石后，好奇地看着我。我意识到这个东西时，被吓了一跳。她很漂亮，跟人没什么区别，被礁石半遮半掩，看看露出银光倾泻的长发。我屏住呼吸瞪着她，她则是一脸慌乱，一动不敢动。
片刻后，还是我意识到他不会伤害我，率先开口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”没等我说完，他咻地窜进海里。我只恍惚间看到了他的鱼尾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生活在深海的人鱼。人们对捕捉人鱼的技术不太成熟，他们目前是市面上最昂贵的东西。有了这次经历，我更爱待在海边了。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见他，直到一夜下雨，我跟家里闹了别扭，所以也没回家。晚上，大海、暴雨这几个因素掺和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很恐怖的场景。向来风平浪静的海波涛汹涌，暴雨倾盆，像是助攻，连同漆黑无尽头的夜，足以有吞噬一切的能力。我咬着牙，心里却埋怨怎么还不来找我，就是不肯低头回去。在这时，我又看到了那条人鱼，它游过来，在镜栏中小心翼翼望着我。不见到它，都不知道世上会有这么漂亮的生物。本来满腹的怒气，不知怎么化成了尴尬。人鱼歪了歪脑袋，等我的下文，我硬着头皮跟他交流。我叫阿寻，你呢？你有名字吗？人鱼晃了晃脑袋，我没有名字呢。他说完，就把半张脸埋进海水中。继而乖巧询问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瞧他这样莫名可爱，我蹲下平视着跟他交流。是啊，我都没有什么朋友，我只拥有一片不属于我的海。像是察觉到了我的伤心，他游过来，费尽心思想一些安慰的话。不过即使他半天没想出来，也足够了海浪声、雷声、大雨声中。我问他，要不要我们做朋友呢？这句话说完，我心跳得厉害。他单纯懵懂，弯起眼睛点了点头，还欢快地游了一圈。我心里却冷静得可怕。我在想，如果能把他骗到岸上，能卖多少钱？他的价值足够治好我家人的病，还能保证我们以后不必再辛勤劳作，衣食无忧一辈子。我站在海边，轻声道：“你的头发是银白色的，我可以叫你小白吗？”他怔住，更欢快了，鱼尾不停拍打水面，表达对这个名字的喜欢。我有了一个人鱼朋友，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他却完全信任我。每天半夜，我都会偷偷溜出来找他玩。在此期间，我有无数次可以把他骗到岸上。这夜，我坐在沙滩上，他趴在礁石上，海风徐徐，舒爽不已。我问他：“你就住在这片海域吗？”他看起来年纪不大，不然也不至于这么不设防。人鱼望向远处，我在那边底下有一颗蓝色的大珊瑚，我就住在那里。我眼皮动了动，低下头。人鱼憧憬道：“如果你能去看看就好了。那株珊瑚很漂亮，是我找遍了整个海洋找到的最漂亮的珊瑚。”我讪讪一笑，一定会有机会的。对了，我装作不经意，你的同类很多吗？你一定有很多朋友吧？小人鱼摆了摆鱼尾，自豪道：“我有很多很多朋友，但是附近的人鱼只有我一个。”说着，想起什么伤心事，失落地低下了头。我是逃到这里来的。逃？他经历过什么不言而喻，可是他浑身都光滑无比，漂漂亮亮的。当年他的亲人一定拼尽全力保护他逃出来，我心里莫名烦躁得很。父亲的发病越来越频繁，甚至都不能下床走路，我无比迫切地想要救他。那么这条对我100%信任的人鱼是当下唯一的办法。我清楚地知道他没做错什么，我更明白，倘若骗了他害死他，我的终生会活在愧疚中。这夜寂静无比，偶有虫鸣。我抬头看起了天，小人鱼，你见过天上飞的鸟儿吗？心里却嘲讽自己明知故问，他怎么会见过呢？他的一生都在被捕杀、追逐、逃跑。小人鱼学着我的姿势，也看起了天满天繁星，明月高悬。他问他们自由吗？在天上飞，想必不会有什么天敌。乘风来，随风去，那仿佛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我侧目注视着他的憧憬。你在海里尚且不自由，他们又怎么会自由呢？不过我轻笑一声。不过我看天看海都觉得自由，因为我的灵魂自由。我16岁这年，亲手安葬了我的家人，那些折磨了他们一生的痛苦终于消失了。在我开始为我的未来做打算时，一伙不速之客来到这里，他们穿得奇怪，都听一个人的吩咐。从只言片语中，我意识到他们都是魔法师。为首的人拿着一个发光的石头指向海边，人鱼就在这片海域。我脑袋嗡的一声，此时是正午，捕杀人鱼的最好时间。人鱼白天睡觉，正午是他们睡。年最深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些魔法师高傲，寻常人不配跟他们交流，可还是鼓起勇气上前。你们在找人鱼吗？没人理我。为首的皱眉看了我一眼，像是在看什么肮脏的东西。我站在这里半天不走，还有人捏住了鼻子。是的，我只是一个渔民。淡淡自卑了一下，我猛地夺过领队手里的魔法师，扔进大海里。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处置我，我也随之扎进海里。从前总喜欢光着脚在浅水区域玩，现在投身大海还真是完全不一样。我精通水性，但我没想过要游到哪里去，只知道应该去找一颗很漂亮的大珊瑚。可是深海之中找到几乎不可能。我被大海抱进了怀里，冰冷刺骨。就在我即将失去力气沉入海底时，有人真正抱住了我。不知道游了多久，总之我身上发生了奇怪的反应，
感觉自己在海里很轻盈，并且身体中生了一种奇妙的力量，那是魔法。我觉醒了魔法，再次见到阳光，已经不知道身在何处。这里荒无人烟，很安全。对于劫后余生，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活。此时此刻，我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：成为一个大魔法师。与此同时，我感觉到自己的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都成了累赘，他们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来气。我迫不及待要摆脱他们。于是我看向小白，他受了伤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经历过打斗，我心里静得可怕。我说：“我送你一样东西吧。”